这是火箭在中国最疯狂的举动。当母球意外吃到带脚以后，依然能神奇的叫到红球。但万万没想到的是，现场解说居然大言不惭的说：“这个不能再打，这是万这个打进怎么办？自杀呀！因为此时火箭落后33，而台面最高只有35，而且如此小的角度，母球还必须绕台链接粉黑，哪有正常人会做这种傻事？但偏偏火箭就是来炸街的。哇，真的打！装南装北一条街，打听谁是爹？或许普通人眼中的走位极限，只不过是火箭的基本操作。然而这一局的炸裂程度，仅才算刚刚开始。这是6年前的上海大师赛，领先60分的罗伯留出了一个非常舒服的炸球角度，只需要再打进一颗红球就能超分的他，却迎来了最悲催的厄运。一颗星，顶开，明明就是视觉效果拉满了1分，偏偏只有一颗红球可以单下，而且还是一个超大角度的中带。抢6的比赛本就已经连输2局，眼看就要追回1局的大好形势，瞬间就把罗伯推向了无底深渊。比5分破要合理一点。还真的就打不进。可怜的澳洲火炮，老天爷怎么舍不得给你一点运气？落后63分的火箭死死地盯着台面，因为仅剩一颗可以单下的红球，虽然难度超大，他也依然决定将罗伯彻底按倒在休息区。手起刀落人抬走，硬邦邦的准度完全不假当。眼前这个两鬓斑白的活老头，或许就是老天派下来，不断刷新我们对斯诺克认知的极限。推杆弹一库，要粉球左边这颗红球。落后55，台面最高还有57，现在不仅只有2分的弹性空间，而且半贴库的红球还有2颗。更让人头疼的是，还有一颗在遥远的上半台。不管怎么看都不像是能一杆制胜的球型，反而彻底勾起了火老师的表演欲。这一棒要被 Ronnie 打完的话，连 Robertson 要哭了啊！哦，红球刚好来带一下红球，对，带完红球再做一颗6分，还是够。15。胜似闲庭信不尽，难题已经少一半，但是现在局面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选择粉球继续衔接，那剩余的2颗红球就必须全部为黑，才能惊险的超1分逆转。如果选择蓝球，那就意味着火箭准备和萝卜抢黑。上方的这颗怎么办？所以还是选择6分来打，有必要吗？刚才我们看过啊，有4分的空间。现在是用了2个6，好，打一个提杆拉回去。好球！越是关键时刻，火箭越是出奇的稳定，这让人羡慕的超级大心脏。他明明就是在行动上努力赢下比赛，但是心中却能做到忘记胜负，心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也。活该火老师能是妥妥的历史第1人。然后他的落后41啊，这个顶到了，嘴的话还是叫到了。这个不能再打，对，这个打进怎么办？自杀呀！观众啊，安静！打进拉杆2颗星，做个6分是吧？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能是留在这里了。哇，真的打！不知道这位解说老师还有没有继续解说工作？感觉他被火箭啪啪打脸以后，内心其实是无比开心的。拉杆2颗星来做个6分，什么事儿？观众请保持安静。打不进自杀。推杆弹一口刚好找到，要打进了。哇，真的打进了！哇，我打完！哇，这就是火箭。原本最绅士安静的斯诺克，硬是被他完成了无比刺激的极限运动。尽管裁判多次维护现场秩序，台下球迷仍然压制不住亢奋的内心。他干得出来的，对，我也觉得他40几岁应该是想得出来，干得出来，干得出来的。大萝卜彻底心碎了。要知道，面对火老师，3比0和2比1可是天差地别的2种结果。但就在他准备彻底放弃挣扎的时候，剧情却迎来了一次惊天反转。51，小，不会吧？粉球意外地流出了向上的角度，这杆绕台叫为黑球，是老天给萝卜最大的恩赐。打不进。火箭望着台面，久久不愿起身，没想到费尽心思做了一桌好菜，却要亲手送给对手饱餐一顿。本以为大萝卜气定神闲就要准备收下大礼，但是谁也没能猜到最后的结局，也没打进。很遗憾，澳洲火炮再次哑火，最终火箭用1杆母球贴库的5分点，完美的拿下了这足以封神的一局。
哇，打了，哇！我就说更伟力啊，就是154-0，这是奥沙利文生涯最大比分的惨败。赛后更是为对手大喊加油。麦克劳德，唯一打进世锦赛的黑皮肤球员，没有角度也要硬拼进攻，而且他的斯诺克也是一绝。故事要从火老师这杆防守开始，母球径直地朝着袋口而去，送上4分和一个手摆球大礼。好在台面并没有留下进攻机会，大比分6-1领先的火箭完全不用担心。但谁能想到，就是这杆失误，造就了自己噩梦的开始。完美，白球3库绕台，精准地藏在咖啡球身后，力度、线路、杆法全都恰到好处。右边线路完全被封死，左侧也有黄球的阻碍，奥沙利文只能尝试用底库来解。麦克劳德比奥沙利文还要大4岁，当年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世锦赛黑人球员。2011年的世锦赛16强是他最好战绩。2017年10-8爆冷淘汰小特，更是职业生涯最高光时刻。他还跟赵兴彤、宇浩天、吴一泽都有过交手，不过都是大比分输给咱们中国选手。很可惜，白球4库绕台并没有碰到球堆。这一杆解球最难的地方是在于力度的把控，如果不能轻贴红球，那就很容易露出进攻机会。麦克上台观察后，并没有合适的进攻机会，决定让裁判复位。奥沙利文若无其事地擦着枪头，因为上一杆对力度的把控没有问题，只需要稍微调整线路就好。第2次线路调整好了，没想到力度又没给够，1次摔袋，2次解球失败，麦克已经躺赚12分。导播给的这个画面很清楚，红球是有拼底袋的路线，但这种球型在训练时一般不会刻意去练，麦克还是选择了更为稳妥的复位。第3杆不能说如出一辙，只能说是一模一样。奥沙利文如此谨慎的原因，罚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台面的分数还是足够完成翻盘的。但是，一旦漏球，那这局就彻底交代了。一般来说，火箭3次没能解到的球，下一杆大概率要大力出奇迹了。但出于对麦克劳德的尊重，火老师拿出了12分的耐心。奥沙利文这次改变了线路，直接来解袋口的红球，也是同样的难点。一旦力度稍大就要漏球，其实袋口球比贴球堆更难。火老师只能略带尴尬地撅起了小嘴。还是没能成功。火老师今天也是很奇怪，在力度和线路之间总有一个不到位。虽然已经罚了24分，但是台面的分数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么有耐心的火老师也是历史罕见。好球，真是太不容易了。如果这杆还没解到，大家觉得火老师会大力出奇迹吗？麦克很认真地看着红球底袋的位置，难道这样的球型还能玩出花来吗？嚯，真的抬起了杆尾，看到球就要往洞里干的球员，真不愧是黑人之光。现场解说没忍住直接笑出声来，如此天马行空的想法，虽然没能打进，但这个态度还是值得肯定。这也成功激起了火箭表演欲望。奥沙利文准备强拼组合球，完全没有留后手。看来火老师这一局就是想着一杆打死。麦克赢得了一个长台的机会。好球，非常果断的进攻，而且顺利衔接到彩球。我们来欣赏一下麦克流畅的微球。
second of the two. Open the frame with one visitor and should be able to win it. That's what he's played, and that's perfect. Well played. Well, here's one jump. Where did he? 打进超分红球，这一局顺利拿下。麦克最后一次出现是在2022年的欧洲大师赛，0比5被无一泽零封。他现在是卡塔尔国家队的教练，之前需要靠打工挣钱才能付得起比赛的费用，这或多或少会让他的训练量不够。但是他自己坦言，能打到这样的成绩已经很开心了，非常正能量的一名球员。炸球效果不是很好，但是麦克的调整能力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好球，几次大范围走位，也能看出麦克的基本功很扎实。虽然最终还是6比9输给了火箭，但是以154分的成绩拿下本局，绝对也是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火箭赛后更是非常暖心的说：“一定要加油呀，麦克！” In between brown and green here with a cue ball to hold for the other one. He feels he can hold it, and he's done well, held it nicely. It looked a bit too thin for that, played it good. Well, we told you you could play. The two opportunities he's had in the balls when he's got the break going. He hasn't really missed, has he? He made a century in the last frame, and he's almost certain to make a century in this. 84. The cue ball, he's still okay. 89. He's played that inch perfect. Ronnie O'Sullivan led 6-0. 2 century breaks later. Sometimes it's game of snooker. 奥沙利文杀人诛心，玩心大起，演起了角色互换，用塞尔比最擅长的防守，让尔比兄无路可走，轻推一杆让母球藏在黄球身后，现场立刻发出山呼海啸的掌声。面对满桌散落的14颗红球，塞尔比咬着后槽牙，脑袋里一片空白，绕台转了几圈，依旧找不到下杆的线路。无事可做的火箭只好趁机抠一抠牙齿，回味一下中午吃过的韭菜。这是2014年大师赛决赛，8局比赛，火箭7比1领先。身为当时世界第一的尔比兄，真的是颜面尽失。非常漂亮的线路，白球几乎擦着上方的红球而过，顺利解到底库的红球。乍一看，好像非常完美的一杆。赛大师也在观众的掌声中放心的回到休息区，但是终究逃不过火箭犀利的眼神。白球回弹的力度大了一点点，左侧底带红球，正是他寻觅上手的猎物。好球，一个漂亮的反底带，并且成功衔接绿球。此时黑球左右都被锁死，粉球也只有右侧的线路。就是这样的球型，奥沙利文全局只用了一杆配球，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细腻的走位，丝滑的围球。打进中带红球，属于斯诺克艺术家。精彩的小半台围球正式上演。
委屈的赛大师只能静静地欣赏火箭的表演，而奥沙利文更是非常明白，对付擅长魔攻的塞尔比，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他起身的机会。也正是这场大比分的失利，同年的塞尔比硬生生地从火箭手里抢走了世锦赛冠军。19. 24. 这杆用了很强的反塞，但是力度小了一些，并没有叫到球队的红球。火箭迅速调整，先来处理库边这颗。29. 好球！白球终于找到机会来处理库边的黑球，一旦黑球顺利复位，那塞尔比就再没有起身的机会。漂亮，大角度底带也是手到擒来，而且顺利衔接左侧的红球。奥沙利文异于常人的天赋，难怪台皇亨德利看他的眼神都充满了羡慕。人家苦练10几年的东西，在他身上瞬间变得不足为奇。44. 面对这座无法跨越的大山，塞大师如果不靠魔球，绝对无法取得如今傲人的成绩。但是塞尔比虽然赢了成绩，却无奈的失了人心。如果时光可以倒退，塞大师还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吗？塞尔比忍不住的偷瞄着火箭，复杂的眼神中也有藏不住的羡慕。这颗红球走位相当细腻，多一点或者少一点，这颗球就要中断进攻。火箭是真的太神了。打进超分的黑球，这也是本局唯一一次的 K 球。表演还没有结束，底库的2颗红球不靠 K 球，细腻的走位更是让人拍案叫绝。完美，中低杆轻点母球，没有任何华丽的杆法，但是每一球的衔接却是丝滑无比。看火箭打球，真的让人如饮美酒。此时火箭也是越打越快，裁判还没来得及复位黑球，他就已经趴下去准备出杆了。84. 高杆2库叫到最后一颗红球，但是非常遗憾，提速的火箭打丢了最后的红球。虽然没有完成破百，91比0的比分，塞大师完全没有起身的理由。